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冲煮一支来自非洲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产区的阿朵斯阿瑞卡 G1水洗咖啡豆。咖啡豆的烘焙思路，这款阿瑞卡是2024年产季的豆子，经过1年多的储存，水分多少都会有流失的现象。新鲜水洗豆子的含水率通常在11%到12%。就因为它并不是新产季，如果用特别浅的烘焙，可能豆子内在的物质不够支撑豆子在浅烘焙中的特殊表现，因此我选择的是浅中烘焙。下面将通过充足的风味与口感表现，结合烘焙曲线来分析整支咖啡豆的特性与调整方向。这支豆子在10月20日完成烘焙，到今天为止养豆时间刚好是1周。备注：在烘焙完24小时内，我们做了品质检测，烘焙损耗为 14.2%， 豆子色值为66，粉色值是79，属于浅中烘焙。杯测结果显示，豆子无生豆或烘焙瑕疵，表现干净且甜感良好。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的咖啡豆一直以酸质明亮、干净、清透、花香与柑橘香气闻名。这支豆子在杯测时入口能感受到轻盈的酸质，像初榨柠檬皮那样的清爽，同时伴随着茉莉花与甜橙的香气，层次分明、细腻而优雅。接下来使用92度的水温搭配较细研磨，约950微米的粒径进行冲煮，目的是测试在高水温细研磨下，通过短时间萃取呈现出更优越的酸质与充沛的甜感，同时获得圆润的口感，避免苦涩物质的过度释放。冲煮参数如下：使用 V60 滤杯，粉水比例是1:16，粉量20克，冲煮总时间控制在2分钟内。这样的设定能更好萃取出豆子中的花香与柔和的酸质。在正式萃取前，先让咖啡粉充分吸水饱和，属于焖蒸阶段，释放二氧化碳。传统做法是用粉量2倍的水焖蒸约30秒，但这次方案采用高水温细研磨快速萃取，因此增加了焖蒸水量至粉量的3倍，也就是约60克水，时间延长至45秒，确保粉层完全吸收水分。当鼓起的粉包出现轻微坍塌，就是注水的时机。第二段注水采用高速舀流注入，一次性注入140克的水，利用水粉之间的摩擦，让咖啡粉内的物质迅速释放。一般前段萃取咖啡释放的是醛类、酮类等酸性芳香物质，同时带出中分子结构的糖类与脂类。第三段，当水位下降至露出粉床时，再缓慢绕圈，注入剩余的120克水。注水方式从外往中心点集中，控制水流。整个萃取总时长是2分10秒。这段慢速注水是为了避免过度萃取咖啡物质中的大分子的苦涩，让口感更圆润，酸质更柔和，尾韵更加干净。冲煮完成的观点：嗅觉感受到香气弥漫，轻轻摇晃杯身，让温度稍降，再次闻香。这时的花香更柔，柠檬酸逐渐转为甜橙与白花的层次。咖啡入口呈现的是甜橙、柠檬与香草荚的风味，清晰而协调。吞咽后，甜感绵长，伴随焦糖与奶油气息在后鼻腔轻柔回荡。
中段风味细腻，尾韵干净悠长，带有淡淡柠檬皮回味，这就是浅中烘焙的耶加雪菲最迷人的地方。不过这次冲煮也有细节值得检讨，在高温品鉴阶段，前鼻腔略有火气感，舌根的微苦停留稍久，这可能与豆子的养豆期或烘焙中火力控制有关。可以尝试通过延长养豆期或优化冲煮参数来调整。接下来我们结合烘焙曲线，看看这只豆子的烘焙逻辑。这只豆子采自2024年，非常适合呈现柑橘与奶油枫糖调性。烘焙当天的环境温度是23度，湿度67%，使用的是 HB 烘焙机，转速70转。投豆温度是172.8摄氏度，回温点在1分08秒，约在104度。显示前段热量充足，豆子能平稳吸热。干燥阶段从1分08秒到5分12秒，温度来到158.8摄氏度，占总时长的50%。这样的脱水节奏较为温和，有利于水分均匀蒸发，避免外干内湿。对于这只豆子的密度而言，这样的处理尤为关键。豆子转黄结束后，进入梅纳德反应阶段，从5分12秒持续到9分04秒，升温速度稳定在每分钟10.9度 ，ROR 没有明显的波动，这样焦糖化反应充分，甜感与层次得以建立。9分04秒一爆开始，温度在201.1度，发展时间1分20秒，升温率是每分钟8.3度，占总时长的12.8%，烘焙时间为10分24秒，下豆温度209.4摄氏度，属于浅中烘焙范围。这样的设定既保留耶加雪菲明亮酸质，又呈现柔和和甜香。整体看，这只豆子以平稳升温、短发展、轻柑橘焦糖化为核心，风味呈现干净，层次清晰，展现柑橘酸、白花香与枫糖般的甜感。豆子的色值为66号，粉色值为79号，RD 值13，非常适合手冲。当中能表现柠檬、奶油与青枫糖的风味特征。至于存在火气与舌根的苦感，前者可以通过延长养豆期改善，后者多源自冲煮阶段，可微调注水速度与粉层厚度来优化。整体来说，这支耶加雪菲的烘焙曲线非常适合高水温细研磨、快速萃取的冲煮方式。这种组合能最大限度释放耶加雪菲的花香与柔和的酸质，让口感圆润、层次清晰，充分展现浅中烘焙的酸甜感平衡。最后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如果一支咖啡豆在生豆或熟豆阶段存在瑕疵，在冲煮过程中，我们该如何调整参数，去最大限度减少这些瑕疵的影响？咖啡从生豆到烘焙，再到冲煮，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当三者协调统一时，我们才能真正喝到一杯干净、平衡、具生命力的咖啡。这期咖啡冲煮结合烘焙曲线分析的视频介绍到这里，欢迎关注皮斯特咖啡视频号，谢谢。